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现在呢，奥克兰的天气开始渐渐的暖和了，有许多的种植爱好者呢，现在开始忙着育苗。其实，在育苗之前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大家不能忽视，那就是养地。只有我们的地养好了，我们种起菜来呢，才会更加的简单，不用操太多的心，而且我们种出来的菜呢，也会更加的健康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养地呢？今天我就以这个小菜筐为例，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样在蔬菜收割之后来改良我的土壤，为下次的播种做准备。2、3天前，我把这个小菜筐里的菜全部收割完，只留下来一颗马上要开花的生菜留种子。这2天趁着天好不下雨，我们马上要抓紧时间把地给整理一下。我的小菜筐的里面，我用订书钉钉了一层防草垫，目的就是不要让土和木板直接接触，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延长木板的寿命。还有就是做菜筐的木板，大家在买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问清楚是可以用来种菜的。因为处理木头的药水有很多种，毒性不一样，最后呢，木头的用途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清楚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蔬菜的安全。我会把土从小菜筐的最旁边一排一排的翻开，先彻底的晾晒一下，这样呢可以消灭一些虫卵，也可以利用太阳的紫外线给土壤消一下毒。然后我会盖一个网，防止鸟来吃蚯蚓。每次我刚刚一翻完地，鸟随后就到。这样呢，先让土暴晒几天，我也攒几天的厨余，然后把厨余倒在里面，把土重新覆盖上。我就这样把土壤分成一块一块的来处理，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小面积的种植。这个小菜筐里的土壤已经晒好了，两边呢已经埋上了厨余。今天我们就把中间这一块也埋上。土地种过菜之后呢，最好能让它休息2到3个月。如果来不及呢，至少也要1个月以上。植物的生长需要大量的养分，其实土壤的营养的流失是非常严重的。如果我们不让地休息，连续种植，这样呢菜就长不好。不健康的菜呢，很容易引发病虫害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土里埋厨余呢？首先是因为厨余它容易得到，既环保又经济。第二个原因是厨余的分解速度非常快，它是土壤中微生物和蚯蚓的食物。厨余被微生物分解之后呢，能够产生腐殖酸。腐殖酸呢，可以分解土壤中的矿物质，有土壤改良剂的作用。增加的微生物呢，又可以让土壤的活性更高。厨余属于湿性肥料，如果你可以收集到一些枯树叶或者细树枝，也可以放在里面。经过腐熟之后呢，这些树枝树叶不但可以增加土壤的营养，还可以疏松土壤。把它和厨余配合在一起使用呢，它可以降低厨余的湿度，让你的土壤更疏松。如果你家里没有树枝树叶也没有关系， compost 的主要成分就是腐熟的树枝和树叶，我们可以买几袋，在换季的时候给它添加到土里。像这样粗的树枝呢，我一般就不用了，因为我想保持我土壤的细腻，它分解起来呢要比厨余和树叶慢许多。大家看，这是我当时买土的时候里面混合的一些细树枝，经过了1、2年的时间呢，我还能够分辨出它的形状。所以想让它成为黑色的原土需要的时间非常长，相比之下树叶和草就快多了。不过如果你家里的土是粘土，用这种粗细的树枝是最好的。我们尽量挖一个大一点的坑，然后把树枝尽量剪得细一点，铺得厚一点，上面呢再覆盖20公分左右的土。这样呢，我们直接就可以在土上种菜，并不耽误当季的种植。经过1、2年的保养，你的土呢才会慢慢的变得疏松。
这个呢是我割下来的草，还有一小部分的枯枝落叶，我把它收集在一个桶里，放在外面。草也是非常好的肥料，今天呢我就正好把它们也给用掉。大家也可以用新鲜的刚割下来的草，不过呢经过沤制的草里边的草籽就会少很多。我会把草也平铺在土上，让太阳暴晒一下。经过沤制的草呢，你可以发现它有一些小飞虫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把它晾晒一下。等下面的厨余发酵好了，我们呢再彻底的把它和土壤一起混合。如果您家里没有草呢，这一步也可以省略。如果有草木灰，也可以放一些草木灰；有树叶呢，就放一些树叶。总之呢，就是根据您的具体情况，以及能够找到的材料来保养你的地。养地呢，我们只需要记住3点。第一点呢是让地休息，在这期间呢就不要种任何的东西了。第二点呢是给土壤消毒，我们可以深翻土壤，让太阳的紫外线，或者呢撒一些草木灰给土壤消毒。第3点就是增加土壤的肥力，我们可以用自己做的有机肥、堆肥土，或者呢到店里买一些肥料，把它加到我们种过菜的土壤里。只要能把这3点做好，我们下一季的蔬菜呢就能够长得很健康。这是我的一块养好的地，已经随时可以种菜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土里面呢有许多的细树枝、树叶，还有草，所以土呢是非常疏松的。在没移苗之前呢，只要天气好，我还会时不时的把土翻一下，让它继续在太阳底下暴晒。至于埋在土下面的厨余呢，经过2个多月的分解，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找不到了。埋过厨余的地方呢，你会经常的发现一些蚯蚓。蚯蚓呢是土壤的小卫士，也可以检查你的土壤的健康程度。土壤是我们种好菜的一个关键因素，养地这个过程呢，大家一定不要忽略。只有地养好了，我们种起菜来才能更容易，不用操太多的心，种出来的菜呢也会更加的健康。不要等到移完菜苗之后才发现土壤有问题再去补救，这样就会事倍功半了。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，让大家今年的菜能够种得更好。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